游戏中才是真兄弟，现实中都是表面关系。欢迎来到可可知分析室，我是咸一环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你被老板骂成狗的那个夜晚，上线后发现固定队的队友已经在等着你了。考试失利那天，4个基友陪着你在召唤师峡谷连跪了5局。甚至分手那周，原神带你飞的网友听你絮叨前任整整3个小时。最魔幻的是，这些人你连见都没见过，说的真心话却比发小还多。明明每天见面的同事，你连失眠都不敢提，但是在游戏里，你却能跟路人吐槽亲妈催婚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就要问了，为什么偏偏是游戏好友？难道赛博空间才是真爱，现实世界只是陪跑？现在就带你进入这个问题，看看为什么吧。知道为什么你总是能在游戏里找到好友吗？做了15年游戏的我告诉你，社交系统对于游戏的重要性。你知道在游戏里面孤独一人跟找到朋友的流失率差距有多少吗？你知道留存率对于我们这些狗逼策划有多重要吗？如果你知道这些，就不会对我们这些策划耗尽心思，想让你们在游戏里面建立友谊感到困惑了。社交体系有3个线索：第一，在新手村就让玩家们建立革命友谊；第二，尝试用奖励来诱惑老玩家带新人；第三，让形成固定队的老玩家都无法离开彼此。在现实里，朋友找你借钱，你可能会把他拉黑；而在游戏里坑队友10连败，你反而会给他买皮肤赎罪。下次看到好友申请的弹窗，那不是系统推荐呐，而是策划在虚拟世界里给你安排的人生伴侣呀。所以不用怀疑策划了，让你能在游戏里找到真心朋友，他们真的是真心的。知道为什么我们敢跟游戏中的好友说现实中最羞耻的秘密吗？但是现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却让我们望而却步。现实中的倾诉就像定时炸弹，你跟同事吐槽老板，或许下一刻就成为他拿捏你的把柄。你和父母说不想结婚，可能接下来3个月都要去相亲。但游戏好友呢？每次副本结束，那些关于996的怒吼、房贷的焦虑，甚至偷偷给主播打赏的懊悔，都会随着下次再约而自动封存在赛博空间里。现实社交可能是零和博弈，伴侣有可能用你的脆弱来控制你，同事可能会拿你的隐私当筹码。但游戏世界呢？对朋友的抱怨，对方接收到的可能不是你的弱点，而是组队打 BOSS 的信念勋章啊！在游戏世界里，你可以是任何人，这些虚拟身份就像是防弹玻璃，把现实世界隔绝在后面。那个开着粉红机甲的女生对你说：其实我已经抑郁了3年了。她是在建造只属于你们2个的诺亚方舟啊！最新研究结果显示，在游戏里向好友倾诉的深度是现实社交的2.7倍。在这里，我们摆脱了血缘绑架、利益纠葛，而释放了人类的本质是八卦精。所以，你猜这个时代最珍贵的是什么呢？是允许我们不用活得那么正确。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，使用 VR 公开演讲训练之后，学生的焦虑程度由原来的65%下降到了20%，自信比例由原来的39%提升到了71%。现实社交就像戴着面具在表演，你当然可以继续修炼话术、背诵鸡汤来达成你的目的，但是请别忘了，我们进化出语言，不是为了永无止境的表演战争。那些凌晨3点陪你刷副本的沙雕网友，是你的专属数字期待呀。当你说我可能撑不下去了，他们不会给你转发心理热线，或是推荐你去510小时的心理咨询，而是告诉你兄弟别慌，我这就把你拉起来。这种荒诞的温柔，才是赛博时代最珍贵的慈悲。更妙的是，虚拟关系自带进化功能，不过问真实身份，不绑定社会角色，随时可以退到安全距离。这简直是当代人的情感无军事啊！或许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战胜现实的勇气，而是承认脆弱的权利。所以，当你按下回车键，说出真心话的时候，请记住，你不是在逃避现实，而是在使用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情感修复科技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8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。你在录了吗？所以你可以那段录进去了是吗？怎么回事？